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光重挫回踩418短期支撑位，英伟达和特斯拉两大明星股继续震荡下行 ，AMD 和博通却逆势上涨。哪些科技巨头适合在震荡局势当中逆势做多？别人恐惧，我贪婪呢？今天这个视频你将会找到答案。各位美股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陪你盯盘聊透美股的 Harry。3月19号，美股行情把分化写在脸上，很多股民都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不用慌，在接下来的10分钟 ，Harry 会把盘面掰开揉碎，和大家一起探讨适合当下的交易策略。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一起交流，一起赚钱致富。今天的内容将分成2大部分，第一部分市场全景图，你将了解到最新的美股大事件，还会了解到3大指数的实时走势。第二部分 ，Harry 会带大家结合技术形态分析明星个股，包括 Circle、美光、微软、Meta、英伟达、特斯拉、AVGO 和 AMD， 还会帮大家归类相似走势的股票，清晰判断趋势。如果大家有其他想要了解的股票，欢迎在评论区打出来 ，Harry 会在下一期做及时的分析。另外呢，在技术讲解的过程当中，你还会学习到2个判断趋势的常用知识点。一个是如何判断九转失效信号，一个是如何把握量价背离的3种形态，轻松拿捏市场和个股的走势，顺势而为，安心吃肉。好了，咱们马上开始。首先60秒快速浏览美股核心事件。在刚刚举行的 FOMC 大会当中，鲍威尔确认利率保持 3.5% 到 3.75% 不变，觉得当前的这个利率水平刚刚好，打破了整个市场2026年降息2到3次的美好预期，所以整个市场偏鹰。另外呢 ，VNX 恐慌指数上行，资金避险，科技成长股压力重重。在这样的偏弱氛围下，3大指数全线收跌，普通的股民感觉都跌麻了。道琼斯跌了 0.44%， 纳指跌了 0.28%， 标普跌了 0.27%。个股的走势呢，却出现了分化行情。特斯拉、美光暴跌3个点以上，英伟达下跌 1.02%。AMD 和 AVGO 却逆势上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洞察一下市场的涨跌逻辑，看看有哪些个股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先大后小，我们看一下纳指走势。最近呢，大家都在抱怨纳指喋喋不休，这个行情有一点点看不到头。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纳指跌破了前低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撑，但好在最后收在了支撑位的上方。所以今天晚上和下周一的走势非常关键，如果站稳了，我们可以看一波小的技术反弹。那沿着近期的走势我们可以画一个趋势线，发现确实形成了一个三角区的走势，碰到了趋势线下落，多次反复就像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了多次，如果他能够突破这个位置，代表他有企稳的信号。那如果使用山海趋势图的小伙伴呢，可以以黄色带中轨和上轨位置止盈，等待企稳信号，在右侧上车即可。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懒人策略。有的网友会问到，碰到这里一定会回落吗？那我们再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解释一下山海趋势图的用法。就算大家没有安装，也可以看 Harry 的视频，千万不要每天猜涨跌，最后变成追涨杀跌。山海趋势图分成2种颜色，它最主要的原理是趋势交易。紫色为上涨趋势，积极做多；黄色是下降趋势，大家可以谨慎做小波段，或者做空，或者在做正股的同时用期权来做对冲策略。在下跌趋势当中呢，都是很好的选择。另外大家发现山海趋势图多了蓝色和黄色 K 线，其实一目了然，黄色 K 线就是底部信号，如果配合钱袋子，底部信号更确定。黄 K 代表上涨压力位，配合逃跑小人，下跌回落的概率更高。那么结合消息面和山海趋势图呢，我们的判断是短期内纳指依然以震荡为主，但今天晚上和下周一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信号位置，密切关注下方支撑位和趋势线的位置，也就是黄色带中轨上轨的位置。这样的局势下，个股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是最近非常多票友关注的2只股票 Circle 和美光。我们可以把这2只股票的形态一起做一个对比很容易发现这2只股票都处在短期高位。Circle 出现了神奇扭转，而美光在这个位置也出现了神奇扭转。但你们会发现有什么不同吗？美光的第9根 K 线明显弱势了很多， Circle 在这个位置 9K 是继续向上的。如果股友跑到这里扭转出现了，马上慌慌张张的出局，发现后面还在涨，就有可能错过这波行情。所以呢，这里就要说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怎么判断九转信号失效。因为神奇九转呢，不用我们判断，
看软件就知道了。像我们的软件当中呢，还有一根线，但这里呢不是我画上去的，是这个软件伴随着九转信号出现，给大家自动生成的一个压力位。当九转的第9根 K 线没有下降，甚至是走出了一根很明确的上涨阳线，第二天呢继续一根阳线高开高走，那大概率这个九转趋势会被破坏掉。所以呢，我们判断九转能不能成立，并不是直接看第9根 K 线，也不是以第9根 K 线作为一个交易位，而是看9K 之后的第10根 K 线来判断的，是该止盈还是不用管它。我们还可以用最近标普走势来做一个参考标普呢，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失效九转，在这个地方呢，九转向下，本来都以为可能会上涨，但是呢，后市继续下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第10根 K 线比第9根 K 线弱，低开低走，所以呢，这里的九转趋势是被破坏掉了，大概率还会继续向下。果然，这里还是向下的。那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时候九转信号判断失效？第一，当九转出现时，我们先观察第9根 K 线的强弱，判断这个向上或者向下的走势力度。第二呢，我们可以观察第10根 K 线，如果在高位九转位置继续高开高走，那暂时可以认为趋势没有形成。反之，低位九转如果继续低开低走，也可以认为这个趋势没有形成，那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加仓进场，要等到右侧的信号出现。好，那继续来看 Circle。 很多朋友会说Circle 既然没有下跌九转形成，继续上涨，那能不能追呢？是不是太高了呢？如果你有这个意识恭喜你，证明你知道风险管控，并不是什么钱我们都要赚的。首先呢，我先说我的结论虽然它没有形成下跌九转，还突破了这里的压力位 123.4， 看上去呢站稳了这根线，但实际上这几根 K 线明显有下调的概率，因为最近的这根 K 线呢明显低于前一根，而且这2根 K 线上影线和下影线都非常长，说明多空博弈很激烈。第2根 K 线呢比前面一根 K 线要低出不少，属于一个跳空下跌的状态。另外呢，虽然它在紫色上涨的趋势当中，但离紫色飘带位置比较远。Harry 认为呢，短期面临着一个回调风险，在这个位置大家不能追涨，或者哪怕先出场止盈， Harry 都认为是不错的选择。当然Circle 作为全球第2大稳定币发行商，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机会，只是短期内呢不适合急急忙忙的上车。我们先看123的位置，后面的2个支撑位呢可以看到113和101左右站稳了我们再考虑上车。再来看美光，美光比我想象的要强势很多，财报之后呢有回落，但回落的幅度和它前期的涨幅相比微不足道。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成交量在温和有序的放量，最后一天的成交量呢明显大于前面这一段的成交量，说明整个市场的活跃度依然保持。那既然这样呢，我们要尊重市场的整体趋势，代表整个市场对于存储芯片还是积极看好的。所以呢，我们的策略可以大胆一点，如果这2天它能够刺穿紫色带中轨，并且收在紫色带上轨位置，可以少量加仓，参与一波存储芯片的抄底红利，但一定要严格执行止损位置，一旦跌破409位置，要及时的止损，或者下跌3%到5%走人，不要耗在这里因为这样的股票到了这样的位置，首先是控制风险，保住子弹，其次才是抄底赚钱。如果在车上的小伙伴害怕这样的高位股风险太大，也可以加入一些小的期权策略来对冲风险。说到期权呢，大家都知道Harry 的频道一直是以技术分析为主要的核心依据。我相信订阅 Harry 频道的粉丝朋友是认可技术分析理论的。那 Harry 团队呢，还有很多内部课程提供给大家去体验、去学习。比如说第2重福利每天呢对这个美股技术做内部的分享课程，以及呢第3重福利内部期权课程。Harry 团队有专门负责分享期权知识的老师张老师。那张老师在近期震荡局势下呢，单月的收益率达到了 22.24%， 大步跑赢了标普走势。如果大家也羡慕这样的收益率那张老师呢会手把手的教大家进行实盘操作，帮助大家如何在市场下跌时通过期权去对冲风险，实现盈利。这样呢你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赚钱机会。当然在此之前呢，一定要以专业为原则，赚认知内的钱，先学再做。新订阅 Harry 频道的朋友，记得找助理老师去领取这些学习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微软呢确实跌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大家在做这只股票呢，会觉得很苦恼。但这个地方呢，最近出现了一个技术性反弹的信号。首先呢，出现了蓝色的 K 线，而且是好几根。
而且呢有低位九转出现。如果在 9K 出现之后有企稳的信号啊，那这个地方呢可以看一波小的技术性反弹。这两个地方呢出现了支撑位和压力位，分别是309到409的位置啊。那微软呢整体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所以它并不像其他的一些股票啊上蹿下跳那个幅度那么大。这只股票呢更适合稳健型策略的投资者，所以我们要给点耐心，而且呢一定要严格执行趋势交易的宗旨，在这个地方看一个小技术性反弹。另外呢同样出现低位九转的还有 Meta， 最近也在一直跌啊，这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了，而且呢也出现了蓝色 K 线，但是 Meta 底部信号更强烈，因为它有一个钱袋子信号。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大家，这里面还有一个底部信号，大家能不能够识别出来？就是看这个量价关系。最近啊 Meta 这个成交量随着股价的下跌在逐步温和放量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底背离。那我们来稍微学习一下今天的第二个知识点，量价背离。底背离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个股票啊低位出现了底背离，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底部趋势信号，很可能后续会转好。反之啊，如果股价在上涨，成交量在下跌，就很可能是一个见顶的信号，大家就要及时的避一避。总结来看呢 Meta 和微软在近期应该都有技术性反弹的机会，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再来看英伟达。英伟达呢出现了一个低位五转的信号，因为我们的软件有这样的功能，不需要等到九转全部实现之后再显示数字，在九转的第一根 K 线就可以显示这个数字了，可以帮助大家判断目前的位置的高低。那英伟达呢已经出现了五转的一个底部信号啊，后面还会不会继续直到出现完整个九转的信号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英伟达有一个底部的支撑位，就是175的位置。如果跌到这个位置啊，同时也出现了九转的低位信号，那么它向上反弹的趋势就会更加明显。所以呢，对于英伟达来说，近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策略，关注它近期是否能够出现一个完整的九转信号，并且最终在175左右的位置站立，那么它反弹的概率呢会非常的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离这个黄色带的位置还是比较远的，所以结合来说呢，它是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反弹概率的，大家继续关注即可。再来看特斯拉，特斯拉呢出现了一个钱袋子啊，而且呢它有一个前低的位置，拉长来看就是这个地方，它已经刺穿了前低的位置，也就是说呢它目前处在一个筑底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大。但是呢特斯拉这个走势啊还是在一个下跌通道当中，趋势还没有完全明朗，也没有站立企稳的迹象，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参与的，主要还是要看前期这样一个低位是否能够立住。再来看博通，同样的啊，这些科技大佬们都出现了底部信号，它的低位九转呢 Harry 认为是能够触碰到310的这个位置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九转呢，我认为又是一波比较明显的技术性反弹机会，而且呢它的这个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比较明显啊，大家呢可以同时关注它的成交量的问题。如果它在底部啊放量来了一根大阳线，那么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一波，因为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最后呢我们看一下 AMD 的位置，跟博通有一点点像，也是到了底部的位置，可以看到前低的位置在193左右。如果最近的几天啊它触碰到了193，甚至到了188的位置，Harry 认为是可以参与的，否则呢建议大家还是谨慎的观望一下。虽然 AMD 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但它这个黄色带位置呢越走越窄啊，如果出现了变盘信号变成紫色之后，我们再考虑右侧加入会更加的稳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几只股票。如果大家觉得信息对你有帮助，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加上小铃铛。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如果你对某一只股票有疑问，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进行预测。Harry 的频道呢是一个重在分享与交流的平台，如果可以的话，频道下方点个赞，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